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4月11号，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好，我们今天一样要学习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那么这个词汇平常比较少用到，而且用到的情况都是比较不好的情况。好，欢迎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好，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10304。好，中文要怎么说？10304，我们再看一遍10304。好，10304。好，各位同学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千万不要忘记了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哦，帮我点赞。好，那么10304中文要怎么说呢？我想换一下，这样比较好。好，10304。好，塔尼亚、宋平10304步，答对了。今天的数字比较难，对不对？好，林子10304步。好，雅迪10304步，这个数字里面的零都要说出来哦。好 ，Mandarin。今天理查老师跑了10304步。好 ，OK， 月莹问老师的病好了吗？还是会有一点咳嗽，最近喉咙比较不舒服，所以最近上课都不能上太久，喉咙会不舒服。好，再来是陆羽 Redwa， 还有春娇慧君10304步，太棒了，大家都答对了哦。好，老师发现有很多新同学来上老师的直播课，好，那么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支持理查老师哦。好，那么理查老师的直播课每周一到每周五的台湾时间、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30分，老师的课是免费的，欢迎大家来参加，不用钱的。如果你喜欢学习 HSK 的词汇还有语法点，欢迎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好，反对是什么意思啊？反对就是你不赞成某一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可能不同意、不喜欢，所以你会反对它。比如说，有的人会反对这个种族歧视。你是黑人，我不喜欢；你是什么人，亚洲人，我不喜欢。这个是不好的事情，这个叫 racial discrimination， 这个叫种族歧视。你可能不喜欢某一些人种，你可能不喜欢黑人，你可能不喜欢亚洲人，你可能不喜欢黄种人，所以你不喜欢种族歧视，那么你就会去反对它，因为你不同意，你不喜欢，所以你会去反对它。好，外星人 alien。好，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对立。对立，另外一个跟它意思很像的词汇叫做相反。相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对立。对立的意思就是两个人或两件事情或两个团体互相对抗。对抗表示你们不喜欢彼此，所以你们可能会 fighting or arguing or you don't like each other， 这个叫对抗，比较像英文的 conflict， 互相对抗，彼此会打架吵架，不喜欢对方，你会跟他对抗。对抗。还有呢，可能你们的立场，你们的想法，立场就是你们的想法，你们的角色，你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就可以说立场矛盾。矛盾的意思就是你们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觉得
可能有的人觉得学习中文很重要，你的立场是学习中文很重要。有的人觉得学习中文一点儿都不重要，那么你们两个人的立场就矛盾了。你们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矛盾就是完全相反 ，totally opposite。好，所以表示你们的想法、你们的做法可能都完全的不一样，你们的立场矛盾。立场矛盾的人或立场矛盾的团体，可能就会互相 each other 互相对抗，他们可能会彼此争吵，可能会彼此打架，都有可能。所以这些都是对立的意思，表示你跟另外一个人或你跟另外一个团体的想法完全不同，所以你们会互相对抗，互相吵架，互相打架，表示你们两个人或两个团体是对立的，是对立的。好，那么对，有的人会种族歧视，对不对？那大部分的人觉得这样不好，所以呢，你们会去反对种族歧视。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战争造成了政府和人民的对立，这里的对立是一个名词哦。战争，好，各位同学应该知道什么叫战争。目前全世界发生战争的地方好像是有2个最主要的地方，对不对？一个地方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另外一个地方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2个地区目前正在战争中。好，那么战争会造成 cause result in 造成，好，什么样的结果呢？政府 government 还有人民 citizens 会对立，政府想要战争，人民不希望战争，他们的立场是不是就矛盾了？立场是不是就完全不同了？政府说我要战争 I want a war， 人民不要战争，人民要和平 Citizens want peace，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会立场就会矛盾，不一样，完全不同。和平跟战争是不同的，是矛盾的。和平跟战争是矛盾的，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跟想法。所以呢，政府和人民就会产生对立，所以政府跟人民就会对抗。那人民可能会怎么样？你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了，人民在抗议。如果你跟政府对抗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抗议。好，抗议就像英文的 protest， 抗议。什么时候你会抗议？可能你觉得你的薪水太低了，你会罢工。罢工 have a strike， strike 也是一种抗议 on strike， 罢工也是一种抗议。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常常看到新闻，哇，很多人上街头罢工，上街头抗议。什么叫罢工？不工作了，他们要告诉政府或告诉资方，我们的薪水太低了，我们不工作了，你们要提高我们的薪水。好的，没问题哦。听得懂吗？阿美来啦，阿美你好。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哦。我们要怎么使用对立这样的词汇呢？对立这个词汇是有一些表达还有搭配，你们要把它记起来。老师今天介绍一个表达，就是某一件事情 something， 某事造成了 cause A 和 B。 好，你可以加个之间之间就像是 between 的意思 like between A and B， 但是你可以不要。某一件事情造成了 A 和 B 之间的对立。好，那比如说什么会造成对立呢？比如说老师刚刚说战争，对不对？那还有可能是一个女生，2个男的都喜欢同一个女生，
比如说这个女生叫莉莉，汤姆喜欢莉莉 ，David 大卫也喜欢莉莉，所以莉莉造成了汤姆跟大卫之间的对立。他们本来是好朋友，结果现在不是好朋友了，他们都要跟莉莉谈恋爱，所以他们两个呢就产生了对立。所以莉莉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就是莉莉，造成了汤姆和大卫之间的对立。他们为了莉莉吵架所以他们立场矛盾，他们相互对抗好的，那么各位同学，我们来做题目。老师刚刚还说了一个产生对立这个也非常常用所以呢，你可以用产生 like produce， 或者是造成对立，这些都是非常常用的搭配还有表达。你可以说经济衰退产生了对立，经济衰退造成了对立。好，这个是一个搭配，要把它记起来，产生对立，造成对立。好，我们来做题目。经济衰退，衰退表示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所以经济衰退表示经济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经济衰退的话，你们可能薪水就会变少了，你们可能赚钱不容易，生活变得更困难。经济衰退是我们都不喜欢的事情，造成了 A 和 B 之间。好，我们看看 A 和 B 是谁有钱人 the rich 和 and the rich and 好对立 OK， 穷人就是没有钱的人，穷人像理查老师就是个穷人，你们要多多的捐款给老师，老师才会变成有钱人好，之间的好 like between OK 之间 between。好，这个经济衰退这个词汇请大家记起来，常常你看新闻或报纸的时候会看到经济衰退这个词汇，把它记起来。好，造成也是个很棒的词汇 cause or result in。 好，请问答案。经济衰退造成了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立，很棒。好，经济衰退造成了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立，表示有钱人跟穷人他们会 fight， 会 argue， 会 conflict， 所以这个叫对立，因为他们的立场矛盾，立场不同，相互对抗 fight each other， 相互对抗。经济衰退造成了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立，很好。经济衰退造成了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立，很棒好 OK， 各位同学，现在疫情已经过了，但是很多国家的经济还是不好，所以而且呢越来越不好，我们就可以说经济衰退了，经济衰退了。The economy gets from bad to worse。 好，经济衰退了。你们国家现在经济有衰退吗？老师觉得台湾现在经济衰退不太好，大家都没有钱好，我们另外一个表达请你记起来，我们可以说 A 站在 B 的对立面，面 means side 面就是 side like opposite side， 表示 A 的想法跟 B 的想法完全不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立场矛盾。如果你的立场想法跟另一个人的立场想法是站在对立面的话，表示你们立场矛盾，你们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你们可能会产生纠纷，可能会产生对抗，你们可能会 fight each other， 因为你们两个的意见跟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好，所以如果你跟你老公的想法立场不同，那你是站在你老公的对立面。比如说你老公觉得孩子18岁了，应该搬出去自己住，应该要独立，
你不同意，你觉得孩子18岁了还可以住在家里呀，我们还可以照顾孩子呀，所以你跟你老公的立场矛盾不同，你的老公站在你的对立面，你们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你们可能会吵架，对不对？好，听得懂吗？好，那么各位同学，我们来做题目，在这件事情上，在什么什么上，就像 about this issue， 在这件事上，关于这件事情，在什么什么上，它的意思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它对立面，我们的站在 OK， 所以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他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表示他的立场还有想法跟我们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可能会产生争吵。好，在这件事情上，他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好，在这件事情上，他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所以各位同学，如果在公司里面有别的同事跟你站在对立面，那他的想法跟你会不一样，所以你们可能会产生争吵，可能会产生对抗所以如果有人的想法或立场是站在你的对立面，表示他反对你，而且他也不太喜欢你的想法好，我跟姐姐吵架时，爸爸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表示爸爸不赞成这个月莹跟姐姐的观念，对不对？好的，好，没问题听得懂吗？对立通常是比较不好的情况了，因为你们不只是立场矛盾可能还会因此吵架或者是对抗所以我们讲到对立，通常 is more like conflict, is no good, nothing good about it。对立是不好的词汇，表示他们不止立场不同，可能还会争吵好 ，OK， 我们再来做一道题目，在以巴冲突的议题上，好 ，once again， 在什么什么上，关于的意思 ，about， 在以巴，以是以色列 Israel， 巴是巴勒斯坦，冲突 conflict， 好，以巴冲突，好的议题 like theme or issue， 议题上 topic， OK， 美国对立面，其他国家的 other countries。Other nations， 其他就是 others。好，站在好，所以在以巴冲突的议题上，美国的立场跟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或者是矛盾。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在以巴冲突的议题上，美国站在其他国家的对立面。春娇的以巴写错了冲突。好的，在以巴冲突的议题上，美国站在其他国家的对立面。美国站在其他国家的对立面。好，这个非常常用，请大家记起来。美国站在其他国家的对立面。OK， 很好。站在对立的战线，不常用。Tracy 这个不常用我们会说站在同一条阵线不会说站在对立的战线，我们会说站在同一条阵线，表示你们的立场跟想法是一样的Tracy 我们常用的是站在同一条阵线，表示通常用在国家跟国家之间，或者是两个人他的立场跟想法是一样的，他们是有同样的想法好，站在同一条阵线。好 OK， 没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么各位同学，这个
支持理查老师哦。最近啊，这个支持老师的同学越来越少了，都快要没有人了。站在就是 standing on stand 站着。如果你站在一个地方，通常你是支持他的啊。比如说有两个议题，有两个观点，你站在这个议题上，表示你比较支持他，对不对？这里的站在就是支持 support， 支持某一个想法或立场或议题啊。好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对立也可以当做动词啊，可以当动词，意思是一样的，立场矛盾，相互对抗。好，我们通常可以说两个人对立了很久，这两个人对立了很久，表示他们相互对抗了很久。或两个团体对立了很久，表示这两个团体可能对立10几年了，对立20几年了。所以你可以说 A 和 B 对立了多少年？对立了很久，开始对立了。好，所以这个对立是可以当做动词的哦。好，这两个政党，好，我们在前几个 episode 已经学过政党了 ，political party， 这个叫政党，好，把它记起来哦 ，political party， 政党，这两个政党20对立。已经 already 已经几年了。好，这里的几呢，指的是 several years， 几年了可能是3年5年都有可能哦。几年了，可能1到9都有可能，对不对？好，请问答案是什么？这两个政党已经20几年了对立，no 不对，这两个政党已经对立20几年了，答对了。这两个政党已经对立20几年了，表示他们的意见不同，立场矛盾，而且相互对抗了很久，20几年了。好，这两个政党已经对立20几年了，这两个政党已经对立20几年了哦。好，对立20几年了，答对了。好，没问题。所以对立表示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况。意见不合，立场矛盾，相互争吵，而且有纷争很久了哦，20几年了。好 ，OK， 没问题。来，我们做最后一题哦。我们当然也要聊到相反，相反的意思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相反只是立场矛盾而已，还没有到对抗的地步。所以相反，比如说我的想法跟你的相反。你们没有要对抗，只是你们的想法不同而已。所以相反只是表示 opposite. It's not like you have conflict. No, it's not like you fight each other. No, it's like your opinions are just different, nothing more. 但是呢，如果你说对立，it's not about opposite opinions. It's about you two are fighting and arguing for this difference.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到对立了，你们已经会对抗了。对抗，你会对立的话，表示你已经跟对方在对抗了。但是相反只是 opposite, nothing more 啊，所以相反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思。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意见 opinion， 他们相反，虽然 although 虽然，但还是能和平共处。好，老师希望你把这个表达记起来，和平 peace， 共处 is like coexist， 共处就是一起相处，相处在一起。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能够和平共处，表示你们不会吵架，你们可以彼此好好的相处，这个叫和平共处。像人类可不可以跟其他的野生动物和平共处呢？当然可以。你觉得俄罗斯跟乌克兰能不能不要战争了，开始和平共处呢？我觉得可以，应该总有一天会的。你觉得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能不能和平共处呢？老师非常希望这两个国家
能够和平共处，不要再有战争了。所以和平共处就是两个人或两个团体没有争吵，没有战争，没有对抗，他们可以和平共处。人类跟外星人可不可以和平共处呢？我觉得可以。Humans and aliens 可以 coexist 吗？可以和平共处吗？我觉得可以哦。男生跟女生之间可不可以和平共处呢？当然可以了。男生跟女生之间，男生跟女生都是人啊，对不对？当然可以和平共处，不争吵，不对抗啊。好，虽然他们的意见相反，但是他们没有对抗，他们还是能和平共处。但是如果他们之间对立，他们可能比较难和平共处，因为对立已经在互相打架了吧，互相对抗了，所以对立是比较重的词啊。好，他们虽然意见相反，但是还是能和平共处，很棒。好的，敌人也可以和平共处，我同意，周山很好。虽然这个国家或这个人民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你的敌人，但是呢，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还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都是人类嘛，只要沟通，只要大家彼此了解彼此，我们一定可以和平共处，对不对？好，虽然他们意见相反，但还是能和平共处。好，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到对立这个词汇，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词汇在这个新闻或者是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对立已经比较严重了，对立已经是立场矛盾，想法不同，而且还会互相对抗。你们的立场可能会相反，而且会互相对抗。好，那么各位同学，明天是我们的口语课，我们明天来练习说中文。如果明天你想跟我一起聊天，希望你们明天参加老师的直播课，我们明天见吧，拜拜。